你敢信吗？一个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顶尖高材生啊，放着体制内的铁饭碗不要，非得瞎折腾啊！最后居然还在网上舔着老脸找国人要1000万，这简直是近代瑞人圈子里登峰造极的活标本啊！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名叫范世贵的极品奇葩。大家伙想想啊，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那是什么含金量啊？那会儿的大学生啊，叫天之骄子呀。范世贵学的是国际公运史，只要他老老实实的毕业，国家是包分配的。这辈子不说大富大贵，那绝对是受人尊敬、衣食无忧的。走到哪儿呢，别人都会尊称他一声范处长或者范教授。但是范世贵这个人从15岁那年起心里面呢就长了一颗毒蘑菇。他觉得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配不上他高贵的灵魂。他觉得只要拿到那本蓝色美国护照，他才算是个真正的人。我15岁就立志要成为美国公民，60岁依旧没有踏上美国的土地。如果美国批准我的签证，我可以在美国电视台宣传我如何追求一个叫美国的梦，这会让全世界感动。我觉得这才是美国的终极精神的体现。带着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分裂状态这范世贵呢熬到了互联网兴起的年代。那会儿那个网络刚普及大家都没见过什么世面。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范世贵太聪明了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儿。他把人大毕业的金字招牌往脑袋上一顶，包装成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那他的套路是什么呢？很简单就2招。第一招，拿着放大镜找国内的毛病哪怕是这个邻居大妈吵个架，他也能给你上升到体制问题，什么文化劣根性。还有第2招，拿着美颜相机拍西方把这个欧美呢描绘成连空气都飘着香水味，连路边的狗呢都懂礼貌的人间天堂。别说当时这套公知组合拳还真把不少小年轻给忽悠瘸了。他不仅成了受人尊捧的公知这老小子居然还凭这层光环娶到了一个比自己小了整整20岁的漂亮老婆，还生了2个水灵灵闺女。你说混到这个份上，放在咱们普通老百姓眼里已经是祖坟冒青烟的人生赢家了吧？但是在范世贵眼里这叫苟且，这叫将就。我的舞台在美国，我怎么能和你们这群泥腿子混在一起？时间到了2010年以后，咱们这个国家发展多快老百姓的腰包也鼓了，眼界也宽了。大家出国旅游一圈回来一看，国外的月亮也就是那个坑坑洼洼的样子，这地铁还漏水呢。这下子范世贵那套陈词滥调骗不到人了，大家都觉得他是个跳梁小丑，他的热度就没了收入呢也是断崖式下跌。换个正常人这个时候是不是该反思反思，找个正经班上？他不他决定干票大的。他不知道怎么忽悠了一帮人，集资了上百万跑去搞什么生态农场。结果呢，老天爷是公平的，你一个只知道天天敲键盘骂街的人，懂什么叫育种，懂什么叫施肥吗？毫无悬念，农场呢赔了个底儿掉，几百万全打了水漂。范世贵瞬间成了老赖。面对这个烂摊子咱们听听这个老小子是怎么给自己洗白的。他在这个网上发了篇帖子，大意是说，我范某人真是生不逢时我要是生在古代，那绝对是金榜题名的状元秀才。我要是生在民国，我高爹得是个称霸一方的大军阀。可惜可惜，我生在了现在，竟然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公知。这都是时代的错呀。听着这叫人话吗？更觉得还在后面这债主们急眼了骂他是诈骗犯，让他还钱。这范世贵眼珠子一转，发明了一套震惊三观的赖账神学。他公开说你们骂我是诈骗犯，你们的心里面充满了仇恨，所以呢你们是有罪的，你们错了。至于我欠你们的钱嘛，我也知道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已经向上帝祷告过了，我让上帝赦免了我的债务，上帝已经原谅我了。见过不要脸的，没有见过把不要脸说这么清新脱俗的事情到了这一步
这范世贵呢，在国内是彻底混不下去了。对于他这种利己主义者来说啊，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润，逃离这个他不爱的国家，去投奔他日思夜想的西方主子。怎么跑呢？范世贵呢，兴冲的跑去申请美国签证，结果呢，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估计看他呢，就像看个神经病。你一个负债累累，在这个国内混不下去的老头子，来我们美国要饭吗？拒签！啪啪啪，连拒了好几次。这美国去不成，范世贵急眼了一拍大腿，走，咱们曲线救国。他带着年轻的老婆和2个年幼的女儿，连滚带爬的逃到柬埔寨，想把这儿呢当个跳板。但是到了柬埔寨范世贵傻眼了，语言不通，也没人听他高谈阔论人家只看你能不能干活。他先去给当地人教中文，没上几天课，水平太差了，被校长一脚踢出门。又去搞什么房地产中介，忽悠不到人，一单没成。那眼看着兜里的钱见底了，这个时候这位曾经风光的大公子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他就靠着小舅子教他的手艺，在这个柬埔寨街头支起一个摊子卖馒头。大家脑补一下那个画面一个曾经指点江山的高级知识分子现在系着油乎的围裙，满头大汗的在30-40度的高温下揉面蒸馒头。范世贵在街头卖馒头成了当地小混眼里的肥羊。他的摊子隔三差五就被抢，连他视若珍宝的护照和大学毕业证都被这个小贼给顺走了，逼得没办法了。这范世贵呢，每天出摊案板底下得藏上家伙，这分明是在拍黑帮片那大人的苦就算了最可怜的就是他那2个无辜的女儿和他老婆。2个本该上学的小姑娘彻底失学了，不仅失学因为这个外面太乱了，他们每天呢只能像坐牢一样被关在那个狭窄闷热发霉的出租屋里。小女儿曾经哭着问他，爸爸，咱们什么时候能回中国上学我好想我的同学你们猜这个家伙怎么回答？他连哄带骗快了快了，爸爸马上就带你们去美国，美国的学校又大又漂亮，比中国好10000倍。这一个大饼一晃呢就是整整5年。再说这个居住环境那简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他那个漂亮老婆因为这个长期严重的营养不良，再加上这个精神极度抑郁年纪轻轻牙齿掉的只剩下3颗。情绪崩溃的时候，这大半夜呢，在这个屋子里面像疯子一样尖叫在这个堪比人间地狱的泥潭里，你们以为这范世贵会后悔吗？会觉得对不起妻女吗？错，这老小子的脑回路已经彻底病态了。他看着女儿和疯疯癫癫的老婆，不仅不内疚，反而咬牙切齿地说，这都怪中国，都怪我润的还不够远，要是我现在在美国，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甚至在2022年动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的念头。他大女儿那年刚好成年，他竟然劝女儿报名参加乌克兰的雇佣兵。为啥？因为他听说如果在前线立了功说不定呢能给全家换来欧洲的难民身份。听听这是人干的事吗？好在这个大女儿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求生的本能还在，死活不答应，这才没让这个老疯子计划得逞把女儿送去战场没成，范世贵还不死心。此时的他道德底线已经被他踩得稀碎了为了去欧洲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时间到了2023年的9月，范世贵突然在社交平台上高调发帖，宣布自己已经成功的抵达荷兰，圆了欧洲梦。他还得意洋洋的把网名改成了荷兰难民。这网友们一看都惊呆了哎呦喂，你个卖馒头的老头怎么跑欧洲去了？大家纷纷在下面留言问老范那你那个没牙的老婆和那2个没上学的闺女呢？一起去荷兰享福了吗？范世贵的回答极其诡异。他大言不惭的说他们没来，我给他们在柬埔寨找了一个极其善良的基督徒家庭。人家说了，管吃管住，什么活都不用干。而且我来荷兰这几万美元的机票和路费也是这个基督徒家庭资助我的。大家伙一听，全网都笑了，笑得后脊梁骨发凉大家用脚头想想这个世界上哪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个非亲非故的外国人，
凭什么掏出几万美元给你个老头子当路费啊？还把你的老婆啊、闺女领回家白养着？哎，你当人家是开慈善堂的呀？再说了，如果有这么好的家庭管吃管住，哎，你范世贵怎么不留下一起享福呢？非得一个人苦哈的去欧洲当难民？面对全网超市般的质疑和愤怒，他极其冷血的回怼网友：“我没有义务向你们汇报他们的下落。”紧接着，他说出了一句足以钉在人类耻辱柱上的话：“哎，就算他们娘仨饿死在柬埔寨，也比回到中国好。”这话一出啊，全网炸锅了。这是何等的冷血啊，何等的丧心病狂啊！哎，咱们来看看啊，范世贵用全家换来的荷兰天堂到底是个什么德行？现世报呢来的比高铁还快，他以为到了荷兰会有免费的大别墅，吃不完的牛排牛奶，结果呢，荷兰那高的吓人的物价，不到3个月就把他卖老婆孩子换来那点钱给榨干了。哎，一个快70岁、不懂荷兰语、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头子，谁要你啊？他好不容易呢，在这个难民附近找了个刷厕所当保洁的活，干了没几天，直接被老板像扔垃圾一样踢了出去。没了收入啊，他只能彻底死心塌地待在难民营里。你们以为欧洲难民营是福利院吗？范世贵这么一个干瘪的黄种人老头啊，在里面呢就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他发帖哭诉自己的遭遇，哎，大家听听多解气啊！他说他放在床头的水壶经常被其他中东或者非洲的难民偷走，哎，等他还回来的时候，他打开盖子一闻，里面骚气冲天。他还说在那个公共的洗手间里他经常被其他的难民无缘无故的按在地上暴打，哎，疼到晚上呢睡那个硬板床上整夜的睡不着觉，眼泪鼻涕直流这种屈辱要是换个有点血性的人，那估计早就奋起反抗了。但咱们这位范大知识分子他的脑回路你永远猜不透。他哪怕被这个黑人大哥打得满地找牙，他依然要在网上发长篇大论。他说，经过我的观察，黑人呢就比咱们黄种人优秀，他们的身体素质他们的信仰都比咱们强。哎呦喂，我算是服了这个家伙已经病入膏肓了。他通过拉踩自己的同胞，贬低自己的种族，来向那些揍他的洋大人摇尾乞怜他把自己在难民营里挨的所有揍，受的所有苦呢，依然归咎于我生错在了中国。那仿佛中国呢就是一个万能的甩锅神器，只要骂2句，他身上的伤就不疼了。可是精神胜利法终究填不饱肚子也治不了身上的皮肉伤。那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个范世贵呢准备死扛到底，2024年这老小子突然画风突变，上演了一出年度最强搞笑戏码。他撑不住了，他真的撑不住了。他在网上疯狂发文连用了好几个走投无路、穷途末路、生不如死的词儿。他承认在这个荷兰的冬天太冷了，难民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他恬不知耻在网上发布了一个众筹的方案，大意呢是这样子的：关注老范的粉红肯定有富人，哎，不如这样子，粉红给我凑够1000万，这1000万用来干嘛呢？一部分呢用来帮我还清国内的旧债，另外一部分让我在荷兰买个好点的房子定居下来，最后我还用这笔钱去把我在柬埔寨的老婆孩子赎回来，接过来一起享福。这真是无敌了你的脸皮比这城墙拐弯还要厚你把国人都当成什么了？哎，当成你家的提款机了。你风光的时候骂我们是渔民，你混不下去了，让我们掏1000万给你买单。最后呢，他连发了2篇神帖看得我差点笑抽过去。第一篇他开始吐槽荷兰了。这段时间跟荷兰难民管理机构交涉，感觉他们极端的冷漠敷衍，无所作为。这还是那个信仰上帝、尊重人权的荷兰吗？哎呦喂，范大才子，哎，你这个脑子可算是转过点弯了呀。当年你不是说西方连空气都是甜的吗？怎么现在嫌人家冷漠了？最劲爆的还在后头哎，这个老小子眼看着在荷兰要饿死了，冷风吹他直哆嗦，终于动了回国的念头。但是他可不是回来谢罪的他是带着圣旨回来的呀。咱们来品品范世贵开的条件他说回国可以，但是第一，必须撤销他诈骗的罪名，还得保证以后不准逮捕他。第二，最离谱的来了
他要求把网上所有污蔑他的人啊，全都抓起来，让他们赔偿他一家1000万人民币。他说这个钱啊，才够他们一家生活治病。还有这第三啊，回国后呢，得给他发工资，他自己呢每个月领8000元，老婆呢领6000元，2个女儿呢每人5000元。最终啊，从怀揣着高等人幻想的所谓难民，沦落成了在欧洲街头要饭的流浪汉。这条曲线啊，清晰的让人感到残忍，也解气的让人想开瓶香槟。范世贵这辈子最大的悲哀啊，就在于他始终不肯承认一个最简单的大白话：真正毁掉你的，从来不是哪个国家，也不是哪个时代，而是你自个儿那颗长歪了、黑透的心。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